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婆婆偏心，将我老公婚前存款20万全部补贴给弟媳家，还让我一个月拿8000给弟媳请保姆。我打电话要钱救他儿子命时，他却哭穷一分不肯给。半年后，他病重躺在床上，却还在盘算让我们卖了房子给他失业的小儿子做生意当老板。我们转身走后，他最疼爱的小儿子拔掉他氧气管，直接扔到我们门口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家里没人，婆婆把2岁的女儿丢在学校，收拾行李要去照顾坐月子的弟媳妇。没想到我提前回家碰着，我好生劝道：妈，弟媳雇了月嫂，人家一天24小时在，你回去不见得插得上手。婆婆支支吾吾找理由时，老公从电梯里走了出来，看我们都站在门口，婆婆还背个大包袱，于是问：怎么都站门口不进去？说着她便往家里走，还伸手去拖婆婆手里的包袱。妈，你这是又去买什么了？不是跟你说了，家里什么也不缺，你不用买。不是，我没。婆婆说着便往回拽，可不知怎么弄的，包袱系的口开了，里面的东西散了一地。我看着上周刚给女儿买的玩具，以及昨天刚买的化妆品，火气再次冒了出来。怎么，这是千防万防却没防住那家贼呀！趁着我们都不在家，您巴巴的就要给小儿媳送去啊！徐鹏瞪着我说：胡说八道什么呢？这是咱妈。我摆摆手，可别这么说，我妈才不会拿我的东西去讨好别人。婆婆脸上挂不住，立马哭嚎了起来。哎呦，我的命是真苦啊，来帮儿媳妇带孩子，却被当成了贼。说着还顺势坐在了地上。徐鹏赶紧去拉他，可他怎么也不肯起，哭喊声把邻居也喊了出来。见状他嚎得更厉害了：老头子啊，你好狠的心啊，把我一个人留在这世上让人欺负。我刚想争辩2句，电话铃声却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。什么？女儿还在学校，没人去接？说这话的时候，我瞪向了婆婆。本来还在鬼哭狼嚎的婆婆，被我这一眼吓得不敢吱声。挂断电话后，我也顾不上什么情面，狠狠地瞪着她说道：我找保姆，你不同意，非要自告奋勇来帮我带孩子，又拐弯抹角地问我要钱。好，给您点钱是应该的，按着保姆的最高工资，给您1月8000。可结果呢？昨天刚给您钱，您今天就要走，这也就算了，竟然还把孩子丢学校不管。你就算不想去，告诉我一声也成啊。婆婆想要辩解2句，但我没给她机会，哼了一声就跑去接孩子了。等我把女儿接回来，婆婆已经离开了。徐鹏见我黑着脸，立马讨好道：老婆辛苦了。我不想理她，带着女儿回了房间。等晚上孩子睡下后，他又凑了过来：老婆，你别生气了，咱妈也不是故意的，她就是年纪大了，记性不好了。记性不好，打麻将时候记牌记得那么清，孩子那么一个大活人就能忘了？我看他就是心思不在这。我越说越生气，声音也忍不住拔高了几个度。徐鹏赶紧捂住我的嘴，生怕把女儿吵醒。他表示下午那会已经说过婆婆了，婆婆也觉得愧疚，所以不好意思再待下去了。不说还好，说到这我更生气。真愧疚的话，那就该留下来好好照顾孩子。可他呢，昨天钱刚到手，今天就一溜烟跑了，这是拿我当冤大头了。徐鹏的脸色有些难看，你这说话真是太难听了。那是我妈，还能坑咱的钱不成？是不是坑，咱们他心里有数。你看他来这几天，别的没做，
倒是把家里的东西扫荡个干净。徐鹏赶紧开口：“妈说了，他见那些东西你没怎么用，以为是你不用的，怕浪费了，这才想着给弟妹送去。我不用的，那套化妆品我昨天刚买的，连包装还没拆呢。女儿的那套玩具也是刚买的，昨天还玩得爱不释手呢，怎么就不用了？我看他就是故意的。”我越说越气，连带着也烦了徐鹏，把他赶到了客房。第二天起床时，徐鹏已经做好了早餐。他讨好道：“老婆大人别生气了，见他这么低三下四，我也不好再多说什么。只是婆婆这手段糊弄得了徐鹏，却糊弄不了我。她已经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了。弟妹家的孩子比女儿就小半年。”因此，女儿吃的用的，她大都能用得着。婆婆照顾孩子没时间，但是却有时间来我这扫荡。今天一罐奶粉，明天一套衣服，反正只要是弟媳家能用得上的，她都要拿。我不是没抱怨过，可徐鹏被他妈同化了，说什么徐强家条件差，他当大哥的理应帮衬一把。我再多说，倒显得小气刻薄了。只是那时候婆婆还都是明面的，也不会拿太贵重的。可如今倒好，直接开始背地里拿了，这算怎么回事？尽管徐鹏各种安抚说好话，我还是心里憋屈。想来想去，我决定去趟弟媳家，看看到底是有什么天大的事情，非要喊婆婆走。于是冲着徐鹏开口说道：“晚上下了班去趟弟妹家吧，看看是出了什么事，咱们也搭把手。”我就知道老婆大人最好了。徐鹏不知道我的心思，开心道：“晚上我和徐鹏就带着女儿一起去了小叔子家，一进门就看到弟媳正躺在沙发上悠闲地刷手机。见我们来了，她不紧不慢地起来说道：‘哥，嫂子，你们今天怎么有空过来？妈昨天急急忙忙的来了这里，说是需要帮忙，我这不也过来看看有什么能帮忙的？”我笑着说道，眼神却不自觉地看向了他的脖子。弟媳没发现我的异样，笑了笑说道：“也没什么，就是我家保姆干完这个月就不做了，我就想着让妈提前过来，好让那个保姆跟她说说一些要注意的地方，这样她照顾孩子也能上手快些。妈要来照顾朵朵。”因为太过惊讶，我的声音不自觉地拔高。弟媳有些不悦，她阴阳怪气道：“嫂子，你看你这是什么语气？这奶奶照顾孙女不是天经地义吗？又不是没给你们照顾过，难不成只能给你们帮忙？那倒不是，当然也能给你们帮忙。不过你们打算给妈多少钱啊？钱？什么钱？当然是帮你们。”我话还没说完，婆婆就拎着好几袋子东西进了门。老二家的，今天超市牛肉打折，我给你们买了。大鹏，你们怎么在这？本来一脸喜色的婆婆看到我和徐鹏后，立马收敛了笑容。我笑了笑，上前一步开口道：“妈，你刚刚说买了什么呀？”我。婆婆支支吾吾，半天也没说出个所以然。我上前一步，夺过了她手里的袋子，说道：“巧了，我女儿也爱吃牛肉，那等会我拿一半走了。”谁知婆婆却不肯，立马夺了回去。不知道你们今天来，我也没买很多，这是给老二他们买的。你们要是想吃，等下次妈给你们买。徐鹏也赶紧过来拉我：“你这是干什么呀？”弟媳也开口道：“嫂子，你今天到底是来看我和妈的，还是来找麻烦的呀？”我回头看向他，没有回答这个问题，而是问了另一个问题：“弟妹，你脖子上的项链哪里来的？”他伸手摩挲了2下，随后有些防备地看着我：“我自己买的。”“怎么了？”我笑了起来：“自己买的，有发票吗？”弟妹斜了我一眼道：“嫂子，
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说的好像我偷了你的似的。我伸手拽住了项链，把那个福袋吊坠翻了过来，可不就是我的？这是我妈在我生日的时候送的，这背面刻了我的名字和生日。弟妹一脸惊讶，看来她确实不知道项链的来历。随后又看向了婆婆，婆婆也是有些懵，她拿的时候可能没想到这个吊坠后面会有这些，但很快她就回了神，上前一步开口道：“原来这是你的呀，前一阵我在地上捡到，还以为没人要呢，丢了觉得浪费，就给你弟妹拿来了。在地上捡到，我平常虽然不爱戴这些，可都是好好收在抽屉里。他竟然能自己长腿跑到地上，真是可笑。”我不愿和他多说，直接冲着弟妹伸手，弟妹却装作不懂，没有要摘下的意思。婆婆也开口劝导：“老大媳妇啊，我看你有不少首饰，平常也不怎么戴，放在那也是落灰，还不如就给你弟妹带着玩，带着玩。我妈送我的礼物，给她带着玩。”面对这无赖的话，我怒火中烧，见弟妹并没有要还的意思，直接伸手就去夺。“你干嘛呀？”弟妹吼道。婆婆也拦着：“老大媳妇，就是一条项链，至于闹得这么难看？妈，你能不能别这么偏心？我拿回我自己的东西，怎么现在搞得好像我有错一样？你弟家的条件你也知道，日子过得紧巴巴，而你能赚钱，项链又那么多，给他一条能怎么样？”我气急反笑：“徐强没本事，给他媳妇买不起项链，关我什么事？而且真没钱，请什么保姆？我自己的妈愿意给我们花钱，愿意给我们请保姆，关你屁事！敢在我家大呼小叫！”徐强突然出现，冲着我就是一巴掌，我被打懵了。还是徐鹏先反应过来：“徐强，你干什么？这是你嫂子，狗屁嫂子，仗着有几个臭钱在这耀武扬威，老子不惯着你！”说着他又要挥拳打我，被徐鹏拦了下来：“谁敢动我媳妇，我跟谁没完！”弟媳站在一边看戏，婆婆又哭又叫了起来：“哎呦，这是干什么呀？都怪我这个老不死的！乱拿人家东西，好心办了坏事，我该死啊！我罪该万死！”说着，婆婆又冲我跪了下来：“老大媳妇啊，都是妈的错，妈跟你磕头认错，你别再撺掇着他们打架了。我撺掇他们打架，好，我最恶毒，你们都离我远远的，咱们老死不相往来。”我气呼呼地转身离开，走之前也没忘了把项链拽下来。回家的路上，徐鹏开着车，一个劲地给我道歉，说都是他不好，没保护好我。我确实委屈，冲着他大吼：“当然是你不好，要不是你软弱，你妈能逮着我欺负？当初都劝我别找2个兄弟的家庭，是我鬼迷了心窍，总觉得你家不一样。可结果呢？你妈明面上好像不偏不倚，可这背地里都偏得没边了。”徐鹏对于这话并不赞同：“媳妇，咱妈拿你项链是不对，但她可能真是无心的。她其实对咱和强子家是一样的，一样。你是真傻还是装傻？想当初我生孩子的时候，你妈不是腰疼就腿疼，反正是不来帮忙。”我还没说话，徐鹏就接了话茬：“咱妈身体是真不好，弟妹生孩子她也没去帮忙啊。不说这个还好，一说这个我更来气。婆婆哪里是没去帮忙，而是眼巴巴地凑上去，但人家嫌弃她，不愿意用她，自己找了育儿嫂。后期这孩子大点了，也是找了保姆来帮忙，压根就不想让她伸手。而我上班顾不上了，想请她帮忙还得掏钱。我越想越气，忍不住捶了徐鹏的胸膛一下。我真是倒了8辈子霉才嫁给你。是，嫁给我确实委屈你了，但是咱妈说的也对，
强子家条件差了点，帮衬也是应该的。他家条件差是他自己不正干，这里干3天，那里干3天，还有你那弟媳，自己不上班，还得雇个保姆伺候他，真当他是贵妇啊？哎，不对，那会他们说什么？妈给他们雇的保姆？对呀，就你弟1个月4、5千的工资，怎么请得起保姆啊？怪不得婆婆突然主动说要给我带孩子，并说什么现在保姆的行情都是7、8千，合着她这是从我这里赚钱给老两家请保姆，不是吧？徐鹏听了我的话，有点不自信了。我嘲讽地看向他，不能，你弟弟1个月多少钱你没个数，保姆都比他工资高，就这样他家孩子玩具、衣服、奶粉啥都不缺呢，而且他还买了车，你说这钱从哪来？不对，他也没这么多存款吧？所以，徐鹏，你跟我老实说，是不是瞒着我给妈钱了？没有。徐鹏有些磕巴，你要是不想离婚，就给我说实话。我转头瞪着他，他知道再也瞒不住了，便什么都招了。咱没结婚前，我的工资卡都是妈拿着。他说我一个大男人不会管钱，等我结婚了再还我。然后呢，咱俩结婚这么多年，我怎么没见过你那张卡？徐鹏表示结婚前他问婆婆要过那张卡，可婆婆没有给，说还是她保管着，省得我们小两口乱花，还承诺等到我们真有急事用钱的时候，会1分不少的给我们。那些钱有多少？10来万吧，具体我也忘了。我冷笑一声道，那些钱全都补贴你弟了，1分也没了，不然你妈不会想招法从我身上赚钱。什么？不可能，我妈她啊，小心，妈，徐鹏出车祸了，现在急需手术，我手上钱不够。我焦急地给婆婆打电话，啊，出车祸了，怎么还要做手术啊？这是咋了呀？是腿断了，您别太着急，医生说做完手术好好养着，很快也能恢复，就是手术费得赶紧交上。你让强子开车把钱送来吧。啊，什么钱啊？我一个老太婆哪里有钱啊？婆婆冷冰冰道。我连忙表示不用婆婆掏钱，就把徐鹏当初放在婆婆那里的工资卡拿来就行，那些够用了。谁知婆婆却说钱早没了，10几万都没了。我真的不敢相信，婆婆立马哭了起来。老大媳妇啊，你怪妈吧，是妈没用，不能赚钱还能花钱，这一身的病光吃药每年就要吃好多钱，可是不吃药能怎么办？难道等着死吗？妈也是没办法。我忍不住吼道，妈，您这几年身体好好的，哪里需要吃药？而且什么药能吃了10几万的钱？徐鹏现在危在旦夕，再不做手术，腿就保不住了。你赶快送来吧。老大媳妇啊，妈是真的没有钱了呀。你的工资不是挺高吗？总是攒下不少了，先拿出来给老大做手术吧。妈，我哪有什么钱啊？每个月房贷车贷的都要花去大半，还要1个月再付您8千，我俩1分也攒不下。哦，对了，妈，这1年我给您的工资也有7、8万了，您先拿出来给我应急吧。谁知婆婆依旧说没有，这些钱也吃药了。我的语气变得冷冽，婆婆一时间竟语塞了。过了许久，她才回道，都怪妈，是个没本事的，能花不能赚，妈该死啊。我挂断电话，抬头看向徐鹏，诺，这是你妈，你亲妈？徐鹏的脑袋耷拉着，满眼的悲伤。我起身开口道，这头也包扎好了，咱回家吧。我俩是出了车祸，只不过是撞到了路边的树上，而徐鹏也只是头磕碰了些，包扎了一下便没什么事了。我便临时起意，提出用这件事试探婆婆的。徐鹏刚才自信得很，说婆婆肯定会拿着钱飞奔而来，
可结果呢？她沉默了片刻，表示要再次杀回徐强家。她要当面问问婆婆，她的钱去哪了？要是真因为没钱导致她腿断了，她真的忍心吗？我其实想说，婆婆刚才的回应已经是答案了，但又觉得她自己亲耳听到可能效果更好，便又陪她打车回了徐强家。婆婆见了徐鹏，惊得说不出话。弟媳阴阳怪气道：“哎呦，大哥这身体就是好，刚才还要死不活，这会都活蹦乱跳了。”徐鹏不理她，而是直勾勾地盯着婆婆：“妈，我的钱呢？”婆婆没回答，而是上下打量了一下她，问道：“老大，你没事了？你刚才那是骗我，就是为了要钱。”不得不说，婆婆颠倒黑白的能力就是强。我怕徐鹏嘴笨，连忙开口道：“妈，瞧你这话说的，你没看到徐鹏头上的绷带吗？”婆婆却不管这些，就咬死了徐鹏骗她，开始撒泼打滚起来，说她的儿子为了骗钱跟她玩心眼。徐鹏站在那里一动不动：“妈，钱比我的腿重要，是吗？你宁愿我没钱做手术断了腿，也不愿意拿出来，是吗？老大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好好的吗？怎么就断了腿？而且我那会不是跟你媳妇说了，那钱我都买药吃了，你现在逼我拿钱，是不是要我去死？”婆婆带着哭腔的吼着，好像委屈的人是她。若是以前，徐鹏又要心软，可这会却不为所动。果然，刀扎在自己身上才是最疼的。以前婆婆对我做的那些事，我说给徐鹏听，他根本没法感同身受，总觉得我矫情，我小心眼。现在自己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婆婆对她的态度，她倒是清醒了。只听她强压着怒火质问道：“将近20万你都吃药了，你什么病要那么多钱？”徐强就没好好上过班，可他家照样买车请保姆，这个钱天上掉下来的吗？妈，你怎么能这么偏心？婆婆听到这话也不装了，不就是20万吗？我养你这么大，花的还能没有这20多万吗？你是做大哥的，你弟弟混得不如你，帮衬下你弟弟怎么了？一家人非要这么斤斤计较吗？徐鹏决绝道：“以后您就当我死了，守着小儿子过吧。”婆婆这下绷不住了，一巴掌打在徐鹏的脸上：“你个没良心的玩意！我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拉扯到大，帮你娶上媳妇，你倒好，用完了就要把我踹一边，真不是个东西。”徐强和弟媳也开口说道：“大哥，妈哪里对不起你？你竟然说出这种大逆不道的话！”徐鹏转头看向他们：“不要得了便宜还卖乖，这些年你们这个家都是靠我养着，谁都有资格说我，唯独你们没有。”说完这话，徐鹏又看向婆婆：“要么还钱，要么断绝关系。钱都花没了，婆婆自然是还不了。”于是她故作悲伤道：“好好好，就当我养了只白眼狼，你以后别再喊我妈了，我当不起你的妈。”出了徐强的门，我紧紧地握住老公的手：“你还有我和女儿，我只有你和女儿了。”徐鹏反握住我，语气悲凉地说道：“我知道他需要时间去接受这一切，便没再多说什么。”自那天后，我本来以为和婆婆他们会老死不相往来，可没想到过了还不到半年，婆婆就上门了：“老大媳妇啊，妈是真的生病了，你借妈点钱吧。”我往后退了一步，开口道：“老太太，您是不是年纪大了，记性不好？您和徐鹏没关系了，跟我就更没关系了，借钱也借不到我头上吧？”婆婆没有在意我的态度，继续开口道：“老大媳妇，我是真的病了，这1个多月总是觉得喘不动气，我想去医院看看。可你也知道，老两家赚的钱还不够自己花的，我是真没办法了。”我打心底不太想理他，
毕竟谁知道他是真生病，还是又来帮徐强要钱。可我也知道，徐鹏那天虽然说了狠话，但他还是狠不下心。于是我开口道：我手上真没钱，你先回去吧，等徐鹏下班我问问他。话说到这个份上，婆婆也不是傻的，点点头，转身离开了。晚上我把这事告诉了徐鹏，徐鹏沉默了很久，最后开口道：他有儿子，哪里用得着我这个外人。第二天我便给婆婆打了电话，说我们确实没钱，让她找徐强要。本以为她会闹腾，可她听了以后什么也没说，我还以为她转性了，谁知道当天下午就把我堵门口了。哎呦，大家都快来看看呐！我们老徐家是造了什么孽，娶了这么个黑心的媳妇。我为他们当牛做马，可最后想去看看病，都不肯给我出1分钱啊！这喊声把楼上楼下的邻居都吸引来了。见有了观众，婆婆喊得更带劲：我该死啊，我真该死啊，为什么不直接让我死了呀？说着还想要去撞墙，被楼上的大哥拦住了。大娘，你这是何苦呢？随后大哥看向我：大妹子，我看你穿的也不赖，想必家里条件差不到哪去，再怎么样也不至于让自己婆婆看病都没钱吧？这心也太狠了。对呀，对呀，你这媳妇也太过分了，看个病还不给钱。旁边看热闹的顺着那大哥的话继续说，我气得浑身发抖，刚要反驳，就听到了徐鹏的声音：是我不让我媳妇给他钱的，我和他早在几个月前就断绝了关系。他冲着婆婆说道：这些年你做了什么，自己不清楚吗？我媳妇生孩子，你腰疼腿疼帮不上忙，陈强媳妇生孩子，你忙前忙后的各种照顾，还掏钱给人家请月嫂请保姆，让你帮我们接个娃，就跟要你的命一样。一个月给你开着8000的工资，你都还是3天2头就跑陈强家，拿着我的钱去接济徐强一家，小20万啊！我工作了这么多年，累死累活攒下那么点，你全给他了，你怎么还好意思找我要？婆婆被说得哑口无言，邻居们也都散去了。婆婆见看戏的人走了，徐鹏也不心软，便冲着我哭了起来：大儿媳妇，妈错了，但是妈真的不舒服，真的需要钱。我还没说话，徐鹏就拉着我回了家，重重地关上了门。本以为这场闹剧到此结束，可没想到第二天，徐强2口气分别跑到了我和徐鹏的公司，大喊着我们白眼狼不管重病的母亲。我这边还好，除了让同事看了笑话，倒没很大影响。可徐鹏却和徐强打了起来，直接进了警局。徐强伤得重，开口就是100万的赔偿，徐鹏自然不给，表示宁愿坐1辈子牢，也不会给徐强1毛钱。我想和徐强和解，提出给他们1万块医药费，可谁知他们死活不肯，死咬住100万。婆婆后来也赶了过来，本来以为她会帮忙调解，谁知她直接站在徐强那边。看到这一幕，我的心也觉得凉透了。她不知道的是，徐鹏昨天虽然撂了狠话，但晚上还是跟我商量着要帮他找个专家做全面检查，这钱当然也是我们出。徐强不愿和解，我们就直接请了律师。公司有监控，看到徐强先语言刺激，也是他先动手。最后我们只赔了他基本的医药费和误工费，而徐鹏虽然伤得不重，但也是受了点轻伤，徐强也需要赔偿我们。一来二去，我们最后花了3600解决了这件事。婆婆在法院门口拦住我们，说她不是偏心，只是当时看到徐强满脸是血，吓坏了，才帮着徐强的。随后又说她最近越来越难受了，让我们行行好，给她点钱。我看了眼徐鹏，
只见徐鹏面无表情道：“让一下，你挡着我们路了。”那天过后，婆婆他们消停了一段时间，再次得到她的消息，是住进了 ICU， 是肺癌晚期。虽是晚期，可要是砸钱，还是能撑一段时间。徐强喊我们来，是让我们出钱。短短几个月，婆婆已经瘦得没了人样。她摘下氧气罩，握着徐鹏的手说道：“老大呀，妈不想死，你要救妈呀！”徐鹏眼眶湿润，我知道他心软了。可婆婆下一句又说道：“妈知道你们住的房子卖个100万左右没问题，等卖了钱，估计治病用不了这么多。你弟弟他失业几个月了，一点收入也没有，你弟媳也回娘家了，家就要散了。以前的事，妈也不怪你了，但是这次你不能再没良心了。妈也不要多了，你就给他个10几20几万，让他做点小买卖也好啊。”我眼睁睁看着徐鹏刚要落下的泪就那么收了回去。他推开了婆婆的手：“卖了房子，我们一家怎么办？”婆婆没说话。徐强开口道：“你们租个房子不就行了，用不了多少钱。”病床上的婆婆点了点头，认可了徐强的话。徐鹏笑了：“所以从头到尾，你们没有一个人为我想过，一个不务正业的人可以住着楼房，开着车，拿着别人的钱去做小买卖当老板，而我这个兢兢业业打工赚钱的人就要卖了房租房子住，凭什么？”婆婆听到这话急了眼，拿走氧气罩，用最大的力气吼道：“你个白眼狼，要不是我一把屎！”婆婆没说完，徐鹏就开了口：“对，你一把屎一把尿养大了我也给了你20万，咱们两清了。”说完，徐鹏就带着我离开了医院。为了不再被骚扰，也把他们电话拉黑了。徐强倒是来家里找过几次，可徐鹏态度很坚决，死都不会给他们1分钱。本以为徐强碰几次壁就不会再来了，谁知道他直接拔了婆婆的氧气管，把婆婆扔到了我们家门口。他说他没钱给婆婆交住院费，我们要是也不管，就扔大街上。我和徐鹏终究是做不成那么狠心的事，还是把婆婆送去了医院。只是经过这么一折腾，婆婆没了求生的意志，身体快速的衰败，只有半个月的时间就无力回天了。临走前，她用力地攥着徐鹏的手，呼了好久才说出了那句：“妈错了，妈对不起你。”话音刚落，她的手就垂在了病床边，直到入土。她疼爱的小儿子徐强也没有露面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1个故事精彩，还是第2个故事精彩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